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吧。真要遇上这种家伙，斯里姆大人也能有办法吗？不然咱们还是少多嘴，接着带路。这即使不是怪物，也得是了不得的猛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！帮帮我们！你们是？咱是灯的人。听说这里出了影灾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下得救了。我的朋友被影子里冒出来的怪物袭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。这家伙表现的还真够拙劣呢。你们是来救我的吗？太感谢了。但是寻梦者没有和你在一起吗？他为了保护我，独自留下断后了，现在还在前面。斯里姆大人，我们要不要继续带路。只是现在这些可就太无聊了。是寻梦者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腿被怪物咬到了。我来帮你处理伤口。那些怪物呢？他们扑倒我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又自己跑掉了。看来是不合口味。哦，真是幸运。所以，这就是全部了？3个人而已。小雀子啊，小看我的究竟是你，还是把你派来这里的人呢？就是，区区怪物在斯里姆大人这里。从影灾诞生的怪物会自行去而复返，能编出这种拙劣的谎言，看来你们的确对那种灾难一无所知。但你们就没有其他戏码了吗？比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更加无趣呢。斯里姆大人，您这是在说什么呢？怎么，真觉得他们演的戏能瞒得了我？直说了吧，松雀，从那位陈奶奶开始，你就已经演不下去了。顺利的带我找到所谓的白公子，中途几次借机想要把我除掉，最后又让我来到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却没有察觉到在这里真正危险的到底是谁呢？斯里姆大人，你听咱说。好了，现在我还不想听你们自己说出来呢，也有可能只是我猜错了而已，但无所谓，亲手掰开你们的嘴听听真相，不是更有趣些吗？糟了，不会吧，要是我们也中了那招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保守来说，至少会再次失去自由吧。不过或许也不是无计可施。按照松雀之前的经验来看，主动服从似乎还有可能逃过一劫。你们也可以这样，不，还要比他更胜一步，主动给瑟利姆当宠物吧。啊？没办法。对了，赫利亚，
哦，这还算有点意思吗？那你们有被针尖刺痛过吗？嗯？不会吧，他连离恶石像也能控制吗？考虑到那位殉死之术的经历，这根本不值得奇怪。虽然的确有一点不同，他似乎完全是在以自己的意志奴役那些怪物，而不是依靠默契。早知道就不接下这倒霉的营生了。瑟利姆大人，这不是比怪物还要可怕吗？好冷啊！就算真的死掉，也不过……哎，瑟利姆大人，这咱还在外面呢呀！少废话，你让我后悔自己的决定了。到头来，顽劣的小鸟还是非得拴起来不可。这瑟利姆大人，
千错万错都是咱的错，千万别把咱也变成那副样子。咱还有好多东西没吃过，好多地方没去过呢。实在不行，求你让咱最后再吃顿点心吧。嘘，我说了，少废话。针可不仅仅能用来缝衣服，你想试试别的用途？再吃块烧饼行不？您缝。没想到那么早就被看出来了。瑟利姆大人不会一直在看戏吧？咱确实是受到长老们的雇佣来接近瑟利姆大人的，除掉契约里也的确是这样说的。但是瑟利姆大人不也发现了吗？咱是个骗子呀！咱原本是想着一鱼多吃的，收下长老的酬金，假装要害瑟利姆大人，然后再布置些假象，把瑟利姆大人从这条街吓跑。这样长老也不能怪咱没出力，只能说自己运气不好了。况且到那个时候，咱也早就带着钱跑路了。至于郊外的怪物和那几个演戏的，也只是想吓唬吓唬瑟利姆大人来着。咱身上带着从灯那边借来的家伙呢，出不了什么岔子。那关于白家的传闻呢？这咱可真不清楚。但琥珀街上确实有个假冒白家名号装神弄鬼卖药吓人的家伙。瑟利姆大人，咱什么都说了，别再缝下去了吧。咱还是挺听话的呀，何必非得。从小到大，愿意听话的人我见多了，容忍他们拥有自由太麻烦了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自由是山巅稀薄的空气，弱者消受不起。现在的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拿着我赏赐的自由，最终用来伤害自己。瑟利姆大人，您怎么会这么想？少问你不该问的。好了，站起来给我看看。这就好了吗？咱这就要……咱怎么还是咱？怎么，真想变成别的小动物？继续带我去找那个白家人，事情还没完呢。瑟利姆大人，您真是大人有大量。够了，我这可不是原谅你。我说过吧，会咬人的宠物斗起来才更有意思。这条街上的人实在太少了，总要找些乐子。你最好还有什么害我的手段还没使出来，能给我解解闷。否则，见过失宠的小狗会是什么下场吗？瞧你说的。哦，对了，总归还是得分分尊卑。你嘛，从今之后就是人台了，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。得嘞，都听您的，咱这就带路。妈妈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！你这是像什么样子？从今天起，你应该是努特里斯科的主人。
诸般事务将暂由我们代管，但你绝不能给外人看这副样子。回房间去。